朋友们，大家好！最近 AI 圈里的大动作比较多啊，有几个呢，我觉得特别重要的，值得跟大家拿出来聊一聊。AI 现在呢，不只是会写简报、画图、聊天，它连药物都能研发出来了。一家从 Google 量子部门分拆出来的科技公司叫做 Sandbox AQ， 他们宣布跟80主权基金合作，要用 AI 加量子运算来加速新药的研发。听起来是不是很像人类健康的新时代要来了？但是等等，这个背后藏着的是一场超高层级的科技与地缘政治赌局。中东那几个土豪王国，像沙国、沙特、卡塔尔那种啊，虽然呢钱多，但是人家不傻，跟川普川大人的关系搞得挺好的，至少表面上是的。前段时间他们就宣布合作大搞 AI 基础设施、数据中心啊什么之类的，这些全都是人精啊，哪有什么立场，全都是利益。路透社的报道就有说了，80的国家主权基金和美国的 Sandbox AQ 签署战略合作协议，双方呢会共同开发 AI 驱动的药物发现平台。80王国呢也是中东的土豪了，说他富得流油一点也不过分哦。这个计划呢会在80设立一个 AI 加量子医疗研发中心，培养当地工程师与数据分析师，并且呢以 AI 模拟化学反应、蛋白质折叠还有分子的结构，目标呢就是让药物研发速度从传统的10年缩短至现在不到2年，而且开发的成本呢可以降到目前的1/10。哇，太夸张了！就是让 AI 帮你试验所有的化学配方组合，看看哪一个有效抑制病毒，或者呢可以改变蛋白质的结构。简单讲就是用 AI 玩模拟人生，但呢角色呢就是细胞，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吧。这个也是80第一次在生技 AI 领域出手了，要把石油经济转向 AI 经济，听起来呢就是一场从石油到演算法的产业革命。原来中东不只是会挖石油了，土豪就是有它的优势，而且他们说了可以让开发成本降90%，那我就想问了，那到时候药价会不会也降90%呢？那真的不好说。我们都知道 AI 很厉害，但医疗 AI 这件事，历史上呢被吹爆又崩溃的案例了真的不少。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，2016年的时候 IBM Watson Health 呢说它能帮医生判断癌症的治疗方案，结果8年后整个部门关门大吉， AI 没有治好癌症，倒是让 IBM 呢自己亏了一大笔钱。AI 找药听起来呢是科学突破，但是它的关键是谁拥有资料库。Sandbox AQ 的系统呢，仰赖上百万笔医学样本、药理测试数据、分子模型，这些资料来源遍布欧美大型药厂还有研究中心。资料越多 ，AI 模型越准，资料越准，研发的速度呢就会越快。但是这个也代表了一件事情啊，医疗数据成了新时代的石油，你们说对不对？当你以为80在投 AI 的时候，其实它是在投未来的生物主权了。一个国家如果它能自给自足的训练医疗 AI， 那么呢它就能主导国民健康政策了，还有药物定价啊，甚至左右其他国家的药品市场。所以这真的不是单纯的医疗投资，真的是科技地缘政治的延伸战场了。80这几年明显在跟沙国、阿联酋拼转型，从能源国转成科技输出国。他们看见一个残酷的现实，就是全球的 AI 争霸不只是在软体了，更是算力还有数据的地盘战。最近沙国也在盖 6GW 的超级资料中心，那个呢我们后面有机会再讲。80选择切入 AI 医疗，我认为这是最能打正面形象的一环，我感觉就是一场完美的形象投资，对他们来说既能吸引外资，又能说我们是在帮人类找解药，看多么伟大。但是说穿了，这还是政治秀的一部分了，因为谁掌握了 AI 医疗中心，谁呢就掌握了医疗话语权嘛。所以我们可以发现哦，人家土豪归土豪，脑子还是很聪明的。
AI 制药还有一个伦理层面的问题 ，AI 模型的设计讲求效率，但是呢，效率在医疗里跟同理心一般都是对立的。什么意思呢 ？AI 模型可能会预测哪种药更加赚钱，哪种疾病更值得去投入。假设它发现某种罕见疾病的市场太小，投报率太低，那它就同理性的建议你放弃吧，不要研究了。这不是阴谋论，而是真真切切的现实。像哈佛商业评论2025年2月号呢，就提到了已经有多家 AI 医疗新创在测试 ROI 导向模型，让 AI 在建议研发方向的时候呢，自动排除低商业潜力的疾病。也就是说 AI 会帮你算谁更值得被救。AI 可以救命没错，但也可能会学会哪些命比较值得救，哪些命比较不值得救。这一则新闻呢，是关于高通宣战 NVIDIA AI 晶片大战升温了 ，AI 晶片圈呢又要开战啦。NVIDIA 还在忙着数钱的时候，高通直接从背后摸出一把刀说：“不好意思，我也会算了。”这次高通呢不玩手机晶片了，他们直接挑战 NVIDIA 的地盘 AI 加速器的市场。然后高通的股票就直接飙升了，创下了15个月的新高，这不是开玩笑了，直接正面宣战啊，直接呢就切入了 NVIDIA 和 AMD 的竞争。南华早报就有报道了，高通昨天在加州举办新品发表会，推出全新一代 AI 晶片系列 AI200。这个晶片呢，主打超高能效加多模型支援，意思是什么呢？就是它能跑大语言模型，能做视觉识别，还可以帮伺服器省电、省钱、省散热。首批的客户居然是沙国沙特的 AI 新创公司 Human， 这家公司最近拿到了主权基金的投资，现在呢正准备盖中东的第一个 AI 资料中心，所以不只是一场商业战，根本就是美国晶片加中东算力联手对抗 NVIDIA 垄断。当天高通的股价呢直接涨了8%，公司的市值呢回到1800亿美元。CEO 呢还在发表会上嘴了这么一句话，意思呢就是 AI 革命不会只发生在云端，而是在你的装置上。这句话就有点像在对 NVIDIA 挑衅了。你云端玩 GPU， 我手机、笔电、汽车都能跑 AI， 谁赢谁看着办。这还真的说不准，毕竟 NVIDIA 现在一张 H200 GPU 呢要价几万美金，企业要搞 AI 模型，光是硬体这一部分预算就能买一套小套房了。结果高通呢这边说，我不比你快，但是呢我比你便宜，我还省电，我还 everywhere。这就像是电动车时代的特斯拉 vs 比亚迪之战了。我只能说一句， GPU 战争正式进入全民化阶段。NVIDIA 的王道呢是云端 GPU， 靠数据中心撑起所有的大模型，但是高通要走另一条路 Edge AI。 简单来讲就是不靠云，不传资料，不等你的网路， AI 直接在你的手机、笔电、车载晶片上运算。这个有多重要呢？当许多国家开始对资料主权还有能耗敏感的时候， Edge AI 呢就成了安全又环保的选择了。麻省理工科技评论在2025年9月就有报告说，未来的5年 Edge AI 市场呢成长率预估将达25%，比云端的 AI 快2倍，所以这波高通是真的押对题了。这其实是矽谷对中东的新联盟。为什么首批客户是沙国的新创呢？因为中东现在超想洗掉石油依赖的形象，转型成 AI 加算力强国。沙国今年在 FII 峰会上呢，就宣布投资上百亿美元建一个 AI 产业链，其中一块呢就是算力自主。高通搭上这股风呢，等于直接进入能源资金链的 AI 入口了。对 NVIDIA 来说压力是超大的，因为中东本来就是它的大客户之一，现在有可能一部分会被高通抢走了。NVIDIA 的强势让全球的算力呢变得很贵， AI 垄断化，而高通呢这波想打破这个局面，让中小型企业个人装置都能跑 AI。 但是我觉得有时候只是另一种消费绑架， AI 上装置代表你所有行为都会被晶片观察、学习、
分析，谁掌控晶片，谁就掌控了你手机里面的脑。就像 Well 的专栏2025 10月20号的时候有指出 ，AI 呢听起来很自由，但是呢，一旦演算法都在装置上学习，隐私呢就会变成更私密的数据，更容易被封闭式的平台给锁住。只不过呢，是你更想被谁掌控而已了。接下来这个消息就厉害了，你知道最近哪个中国新创被外媒称作 AI 晶片界的希望之星呢？这个标题真的是有点标题党了，有点夸张。不是华为，不是百度，也不是中兴，是一家叫做 Meta X 的公司。但其实它跟 Meta 呢没有什么关系啊，中文名字呢就叫木星科技。它是一家2020年在上海创立的 AI 晶片公司。这家公司的创办人曾经是 AMD 还有台积电的高阶工程主管。这家公司刚刚通过中国科创板上市批准，成为今年唯一一家被允许在境内募资的 AI GPU 公司。他们的目标呢很明确，就是开发能对标 NVIDIA A100、H100的晶片，用于训练还有推理任务。重点是他们的 GPU 架构叫 MS Core， 主打开放模组化，兼容 CUDA 生态。我们都知道啊 ，CUDA 呢是 NVIDIA 的开发环境，能相容，代表开发者可以不痛苦的去搬家。Meta X 呢就宣称自家晶片的性能达到 H100的70%，但是呢成本只要它的一半。这句话呢一丢出来，整个中国科技圈都炸了。70%效能，50%的价格，真的假的？这不就像是高仿黄仁勋吗？但是大家知道吗？它其实是中国 AI 晶片市场的战略版权避风港，因为美国去年开始对中国禁售 H100、B200、Blackwell 等等顶级 GPU， 结果呢就是逼得这些新创直接卷秀自己干。Meta X 的 CEO 呢在接受 SCMP 采访的时候就说了一句这样够呛的话了：我们不怕落后2年，我们要的呢是可控的未来。听起来呢就很像是半导体界版的中国梦。但是说真的，从技术角度来说 Meta X 呢能不能真的打赢 NVIDIA， 目前呢还真的很早。毕竟 NVIDIA 它有20年的软体生态优势 ，CUDA 加 TensorRT 还有 AI SDK 这样的东西呢，真的不是一夜之间就能抄来的。不过在中国 AI 自主化这个政治大框架下，只要 Meta X 做得出来，能用，能大规模量产，那他们就不是科技公司，而是变成了国家英雄。本质上是被美国出口管制逼出来的。美国呢再度升级 AI 晶片出口禁令，这个呢就会让中国的 AI 实验室、云端公司几乎 GPU 断粮。Meta X、华为升腾还有必任科技呢，也正是在这个时候起飞。他们的技术策略是模仿加微创，先复制 NVIDIA 架构，再针对中国应用优化。虽然距离全球领先呢，起码还有2到3年的差距，但是已经能够支撑中国大模型使用了，比如百度文心、智谱、商汤等等。但是啊，我觉得这不只是科技竞争，是国家级的科技冷战。NVIDIA GPU 呢，几乎掌握全球80%的 AI 训练市场，等于是数位核武垄断了。就像《金融时报》提到的，美国政府已经明确要求所有在中国的云端服务供应商需回报 GPU 使用情况。这代表 GPU 它不只是商品了，它现在已经变成了一个监控工具。Meta X、华为、必任这些公司某种程度上成了中国的国防科技后备军，因为谁掌握演算法的算力呢，谁就能定义未来的科技秩序。从投资角度上来观察 ，Meta X 上市前的估值呢超过45亿美元，中国 AI 晶片市场的总估值已经突破了1000亿美元了。但是财新网呢，2025年10月27有报道说，实际量产能稳定交货的其实还不到10家，也就是说，这波国产 GPU 热潮里面有真玩家，也有炒股仔了。
Meta S 能不能撑过热潮，技术是一方面，另一方面呢是它能不能在生态上让开发者愿意去用。毕竟对 AI 工程师来说，换平台比换男友还难。不过都不重要，能讲出故事来，给资本一个理由就好，愿意给你输血续命嘛。接着是 Amazon 呢，计划在本周开始裁减多达3万名的企业部门员工。这里说的不是仓库，不是配送员，而是公司内部的企业职位，比如 HR、人资、装置部门、服务部门、AWS 企业支援等等。这些的总人数大约有35万名企业员工，裁减里面的3万就相当于接近了有10%。裁员的理由有什么呢？疫情高峰期过度雇佣，成本压力上升，所以要裁员。还有 AI 自动化工具逐步替代部分的工作，管理层认为官僚体系太重，所以要裁员。新闻也有报道说 Amazon 的执行长呢，他曾经就明言了，使用 AI 工具来取代重复性、例行性的任务，这才是真正导致这次的大裁员的一个重要的因素。好啦，各位听到这一条新闻，你们有没有一瞬间摸到自己腰包发凉的感觉？哇， Amazon 怎么连人都要砍？是啊，不只是你，许多大型的科技公司现在都在说，我们要转型，要节省，要用 AI 帮忙。换成人话呢，就是你现在你的人呢被我们换成机器人咯。你可能会想，我在小公司跟 Amazon 有什么关系呢？我告诉你，关系还真的不少。这种大型企业动作呢，就像是大象走路，地板震的连你隔壁桌都可以感受得到。尤其是你如果做的是重复性工作，资料整理、报告制作等等那种类型的话，那你最好呢就要坐直了，把滑鼠放好，因为真的可能会轮到我们。更夸张的是 Amazon 已经开始培训管理层如何通知员工裁员。我天，这哪是工作通告，这是要人先学怎么样被通知。Amazon 实际上在做的呢，就是用 AI 加自动化的工具来减少人做的部门任务。Andy Jassy 呢说，那些重复性的任务将被工具所取代。这意味着什么呢？以前你可能坐在办公室输入资料、寄信、制表格等等，现在可能有 AI 助手加机器流程取代你。也就是说，不是你不努力哦，而是你做的事情可以被机械做掉。裁掉3万名企业员工看起来是个很恐怖的数字，但是这还只是企业员工，不含配送、物流、仓库那些。这代表 Amazon 呢正在优化内部，节省人力、节省成本，把钱投去下一波 AI 基建、云端服务啊、装置服务等等。大裁员最大的震撼点呢不是数字，而是工作在哪里的意义。当 AI 取代重复性任务的时候，人在公司的角色呢就要变了。你不再只是输入机器，你可能要成为监督机器，成为创意的来源，或者呢就等着被淘汰。那么什么样的工作最安全？你自己是不是有转型的准备？在 AI 时代，人的价值是不是要从努力变成了创造？总结一句话，大公司裁员3万名，倒不是大风暴的终点，而是 AI 浪潮又向我们靠近了一步。如果你的老板今天通知我们公司将由 AI 帮你完成60%的任务，你是会说好，那我去学怎么去用它，还是我没有这个时间，我认为 AI 不会取代我呢？AI 确实不会马上取代人，但懂 AI 的人会，而且不会提前通知你。我长期呢是看好 AI 的未来，但短期难免会有阵痛，它不会立刻马上，它是一个动态的过程。因为 AI 对不同行业的渗透程度呢是很不一样的，但它要取代你的时候呢也是不留情的。当年纺织机被发明出来的时候，不也造成了很多人失业嘛？但是你要是会用纺织机，就可以熬过去了。如何在 AI 浪潮里面呢找到不被取代的位置？你觉得哪一些职业最危险？欢迎留言区一起探讨一下。好，先聊到这里了，已经讲了那么多。喜欢这支影片的话，记得按赞、订阅，并且开启小铃铛，这样呢就不会错过你想要看的内容了。我们很快就会再见，拜拜。